美国想放弃湾湾，但是呢，东大却开始了挽留。如果你还是觉得东大现在就应该武统湾湾，那说明你还是不了解当今的一个局势。现在对于东大来说，收复湾湾它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了，问题是怎么才能够在收复之前呢，给美国最大程度的放血。东大6代机出来之后，近海就已经无敌了，美国不可能在6代机面前保持制空权，而海军呢，又是一个下午就能够输完的军种，强保湾湾的结果，那就是美国海军损失殆尽。那美国在我们附近构筑了3道岛链嘛，除了第3道岛链之外，第1和第2岛链呢，现在已经名存实亡。而美国为了维持3道岛链的一个封锁，把全球70%的力量全都放在了亚太，这个数量早就超过了欧洲和中东加起来的1倍还要多。这意味着美国的全球军事力量分布它出现了一个重大的失衡。这也是为什么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里面呢，美国宁愿提供各种援助，也死活不愿意亲自下场的一个原因。他现在就只能打一场，到底是应该在俄乌下场，还是应该在巴以冲突里面下场，或者是在亚太下场？所以现在收复宝岛它是完全不合时宜的，因为美国一旦和东大在亚太地区干一下，那么美国就可以吸收大量来自于东大和东南亚的资本，就像当初的俄乌冲突导致欧洲大量的资本都逃往美国一样。看看大 A 就知道了内资的骨头一直都是很软的。而全世界呢，也都很希望东美它什么时候能干一架。日本和韩国认为美国消耗国力之后，自己就能够趁机拿回主权，完成国家的一个正常化，直接把美军基地占领让美国花钱来赎人。俄罗斯就想着让东大把美国和北约的火力给吸引过去减轻自己的压力，然后趁机吞并乌克兰。所以武统并不是我们最优的选择，因为湾湾现在已经不是美国的牌了，是东大的牌，是东大牵制美国的牌。正如当年四野准备一鼓作气准备3天之内收复香港的时候，一向主张宜江盛勇追重寇的教员却发来电报，让他们止步深圳河。教员对于湾湾的战略考虑，它是非常深远的。在别人都把解放湾湾当成最大甚至是唯一的目的的时候，他已经把目光放到了更远的一个未来。现在的湾湾对于美国来说，非但不是筹码，反而已经成为了一个沉重的负担。即使是这样，美国它也不能彻底放弃湾湾，因为一旦放弃，就意味着美国以后连帮助都不会帮助自己的小弟了。既然你不帮我，那我还认你做大哥干什么呢？美国的同盟立马分崩离析。美国依靠霸权建立了世界秩序，烟消云散。但是美国一天不放弃湾湾，力量就会被极大的牵制。那么东大在欧洲、中东、南美、非洲就可以大展拳脚，这是一个死循环牢牢勒住美国，而且越勒越紧。所以我觉得5年之内，我们都不应该主动去收复湾湾，除非湾湾它要搞法理独立。因为现在收复湾湾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以前我们海军力量不行收复湾湾之后呢，还可以利用湾湾当做中转站进出太平洋。但是现在随着我们在东南亚影响力的一个大增，连越南都愿意接受我们军舰的技术性的停靠了。那未来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也有可能会让我们技术性停靠南海会成为我们的一个内海，东南亚呢会成为新的3亚之一。宝岛对于我们的战略影响越来越小，反而能够极大牵制美国的力量。为了维持第1岛链的封锁美国2025年的军费预算再创新高，已经达到了恐怖的8950亿美元。而这次美国重点加大了亚太地区的军事投入里面太平洋威慑倡议预算直接飙升到了756亿美元，再加上其他创新领域的资金支持比如说高超音速武器人工智能、机器人自主系统等等，可以说是全方位的一个武装升级。而且董王还要求北约把军费提高到 GDP 的5%以上。GDP 5%的军费占比它是什么概念美国自己的占比都只有3.21%，盟友的支出比美国还要高，等于是又把盟友当提款机。要知道现在美国军费已经占据了全球总军费的40%以上，比俄罗斯的1260亿美元高了整整7倍是东大2200亿美元预算的那个4倍以上。国虽大，好战必亡，美国的军费开支全球第一。但只要能够让美国认为宝岛可以给东大造成很大的一个威胁，那么美国就会不断的往亚太投入资金，直到拖垮他和他的一个盟友。当初美苏争霸的时候那个苏联军费占 GDP 的比例常年是美国的2倍以上，苏联国内民生凋敝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而现在美国军费的占比呢，它也是东大的2倍以上，美国占 GDP 的比例是3.21%，但是东大它只有2.2%，已经接近美苏争霸时候的一个比例了。因为军费是纯靠财政拨款的，美国2024年军费呢是8860亿美元，而美国2024年的收入它只有4.9万亿美元，军费就占了接近20%。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人在网上吐槽他们生活不易、医疗差、学费高的一个原因。美国为了维持庞大的军事开支，不得不削减其他关键领域的预算，原本用于建设学校、医院、道路的资金被挪用到了购买武器和支付军饷上面。那这样的结果是什么？是教育质量的下降，是医疗资源的匮乏，是基础设施的破旧。最终啊，这些都将转化为民众生活质量的一个下降，以及社会不稳定因素的一个增加。与之相对的啊，我们2023年的那个军费呢是15000亿人民币，2023年的财政收入是21.68万亿人民币，占比呢不到7%。那我们呢也只有美国的1/3，而省下的这些钱就可以用于发展经济、研究科技、改善民生。这也是为什么最近几年我们不管是军工科技还是民用科技都出现大爆发的原因啊。东大把省下的钱全投到了科技领域，这导致我们造出来了6代机，但是美国它只能把 BR1强行定位为6代机，也就是说，只要把美国每拖一天，我们就能多赶上并超过美国一天。美国这些年东亚搞不定，中东它也搞不定，但是军费是一点都没有少花，整个国家陷入了36万亿美元的一个债务。所以东大近期各种围台军演，目的就是为了告诉老美，宝岛真的是我们的软肋，你赶快多留下来陪我们玩几天。但是前段时间美国还是退出了第一岛链，撤退到了第2岛链的一个关岛。东大眼看宝岛吸引不了老美了，想方设法看看日本能不能让美国留下。但是日本早就看出了东大的一个心思连忙表示东日关系是日本的一个首要关系，而且日本还承认了南京大屠杀，拒绝参拜神社，就是怕东大想以日本为筹码，迫使老美回头。这也是为啥舆论沸沸扬扬的说这几年会无统的一个原因其实就是东大想留老美在东亚多住几天，等彻底拖垮老美再走。只要能够一直拖下去，那么美国总有一天能被拖散。美国和东大的形势它是不同的，东大处于上升期但是美国一直处于下降期，时间在我们这边。因此在我们占据有利位置的时候，越好我们反而越不急我们当然不想打，但是我们也不怕打，因为美国他已经打不过我们了。那我们这次的伟大复兴每个阶段有什么机会，我都会出视频跟你说清楚，请点点关注，不错过每个消息，点个关注吧。